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右手边就是清水江了，这边钓鱼实在太方便了。这一片水域鱼情挺不错的。前一段时间我有2个朋友在这边还钓上那个2斤多一条的桂鱼呢。据说这边啊有一个出水口，水还挺大的，然后这一带呢桂鱼比较多。整个这边的水深度接近是有10多米左右，再下去呢就是一个浅滩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对面啊零零散散的有很多房子，形成了一道倒影，很美啊。这个地方挺安静的，距离县城有15公里，距离镇上啊有3公里左右。这边的交通挺方便的，然后老百姓出行啊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小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在清水江边带大家去看一栋房子。这栋房子呢是很特殊的，就是我的背后是一栋上下2层结构的砖房。整个现在房子的屋顶呢已经全部这个坍塌了，屋子的窗户呢都被别人拆了，整个房门呢也没有了，完全是没有办法居住的一个情况。房子呢就在这个清水江边，门前你看环境特别的好。那为什么这栋房子我们要来看呢？因为啊之前是有这边当地老百姓告诉我说，这户人家呢和整个寨子的人是格格不入的。以前呢他们家的这块地方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水井。在农村我们都知道，有水井的地方一般都是全村人聚居的地方。以前呢没有自来水，都在水井里面挑水喝。然后呢他们家呢就把这个水井呢据为己有，别人呢就不能在这边挑水，相当于呢他们盖房子完全是把这个水井呢盖在了房子的底下，一锁上门，别人就没有办法到他们家来挑水喝了。所以整个这户人呢和村子里面的其他人是格格不入，融不到一起的。那我们看它这个水井究竟是在哪里，房子又是怎么盖的？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家的门前这边有一小块的菜地。这户人家呢现在已经是举家搬走了，在这边呢是没办法居住，因为邻居都合不来。所以呢这块地呢现在被邻居给开垦出来，种点菜啊，种点蒜苗、香葱之类的。他们家呢也有好些年没有回来了。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啊现在也是显得特别的破旧，整个这个外墙呢都长满了青苔，然后在屋顶呢2楼的位置长了很多杂草，在房间里面都长了杂草。门前有个小院，整个小院呢都做了水泥的硬化，可以停下将近有3、4辆车的那个样子。这边有2道这个小小的房门，推进去呢就是2个卧室，这边是大门，这旁边呢就是卧室。房子大概建造的时间有接近30多年了。我们从窗户呢可以看得出，都是用木质结构来做的门窗，里面呢是用钢筋做的防盗网。现在的建筑风格已经是完全截然不同了，这样的建筑风格是看不到了。2楼呢是做了一个阳台，阳台呢也是没有花屏住，直接用水泥做的一个类似一个栏杆，做了一个简单的造型。然后我们要说的这个水井呢就是在这个位置，看到吧？以前这一块地呢都是他们家的一个土地，建房了之后就变成了宅基地，然后这边呢就有一口井，他们家呢直接把这口井呢框在了房子里面，相当于呢要从里面流水出来。然后以前这边是有一道门的，把门一锁，别人就没办法进去了。前一段时间我路过这边的时候，水流还特别的大，现在呢没有水了，所以说整个井呢也是干枯了。其实流水大的时候，这边呢就像一条小河一样的流出去。他们一家呢以前就在这边用着，把那边堵上一面墙，在这里面呢养点鱼啊之类的。别人整个寨子呢都没办法用水，整个寨子呢只有这口井。可以看到整个井呢它是从山里面渗透下来的一些水，然后整个井是从
底下冒水上来的，里面都是石头山，这边是打了一块盖板，把整个井呢完全给盖住了。整个房屋呢是完全遮盖住这个井，然后他们家这一间房子呢基本上是没什么用，就是为了把这个井给盖住，别人呢大家都不能在这边挑水喝，所以说整个村子里面对他们家呢怨气也是比较重。可以看到，你看这个房子的这个门口呢，它是做了一个很宽的一个房门，以前是装的有门，那边呢是做的有一面墙，现在呢是搬走了之后就被完全的给拆除了。这颗井如果流了水了之后，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使用。当然，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条件越来越好，村里面呢也接通了自来水。你看，从山里面接的自来水都是完全这样子直接流着。现在大家呢也不需要用到这颗井了，但是因为一家人的自私，当年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果，和整个村里面呢相当于是反目一样的，搞得那么不和谐，搞得自己一家也没办法在这个村子里面居住，所以现在呢举家搬走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2楼的位置，这边呢是留了一道房门，可以进入2楼的。可以看到整个2楼的屋顶都没有了，然后顶上呢也是长满了杂草，屋顶完全的坍塌。就像村里面的老人告诉我说，一家人可能有不好的一些想法，可能比较自私，把整个公用的水井给占用了，然后造成了这边可能居住起来风水也不好，一家人呢也过得特别的不顺。建好了房子，就陆陆续续的就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然后一家人呢就慢慢的这个败落吧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做些好事，做些有公德心的事情。这些公用的资源不能够单独的去占用。我们走到这个旁边来看一下整个露台，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整个露台呢有10来个平方，站在露台就可以看到整个江面，风景啊是特别好的。这样的一栋房子，给它加以修缮，重新装修一下，我觉得住在这边挺舒适的。其实通过和村里面的人交谈，想找到他们家的电话，问一下究竟能不能一次性花个1、2万、2、3万块钱把它买下来。别人村里面没有一个人有他们家的电话。你看，人活了一辈子，然后和为人处事处成这个样子，确实怎么说呢？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吧。我在这边拍视频，旁边的邻居都在议论纷纷，都在说他们家的一些情况。其实这个地方啊，真的环境太好了，这么一栋房子空着在这边没人居住，确实啊也是非常的可惜。现在晾晒的这些衣服呢，是邻居家在这边晾晒的。然后2楼呢，现在是堆放了一些柴火，没办法是走进去每个房间看一下。其实房子里面呢是非常的破旧，到处都是漏雨，如果不加以修缮是没办法住人的。还是喜欢这个门前的风景啊，太美了。视频前的朋友们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